今天呢，要由我带领大家开启头等大事。好。肾呢，其华在发。我们的头发呢，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我给大家带来了3个自测头皮健康的方法。太好了，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下来还有个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拉发试验，从发根部。然后轻轻地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拉到发梢。老师手特别轻柔，都没使劲儿。我跟你说，要不我来帮他检查呢？手下留情，兄弟。每次拉起来，如果小于等于5根头发，正常的；大于等于6根头发，就是活动期的一个脱发。哎呀！老师，我假发片敲下来。假发片的质量检测。以前我还能测出来一下能掉10根头发，现在自测越来越少了，留给你测的机会不多。没有空间了，剩的。还有一个自测的就是我们发际缘，撩起我们的刘海，看一看我们的发际缘，离眉毛大概这4指宽，这是一个正常的。不光不脱发，你还有点多发，你有点多了你。啊，这个也是 OK 的。然后你看我这个是正常的，功高盖主，让他下岗了。这个刘海它太火了，就它已经火到有点功高盖主了。可都没少看我脱口秀呀，老师。第3个方法，拔2根头发下来，拔2根。我帮你拔呗。你自己下不了手啊！我拔了4根，谁要我再分2根给大家。有一根呢是带着透明的，然后还有一个鼓槌的这个结构在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毛发。这么健康，让我给拔了。这个毛囊还在里面，没有带出来，它能生长的，所以不用焦虑哈。植发的话，你可以借别人的毛囊植到自己头上吗？你想接谁？啊，这不行，这不行。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沈月哈，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天开的，然后很可爱的，这是我们昨天采集的一些关于你们的头皮。这3张图片里面有1张呢是代表最正常的区域，这个是我最正常的区域。这个应该是我最正常的。我们都选择了毛发最茂盛的一张。所以你们现在头发最好的状态的就是后枕部的这个头发。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头发会更好？对于损伤你毛囊的一个物质不太敏感。哇，好欣慰啊！一个毛囊里能有2、3根头发，他好努力呀。一个人干2份活。怎么还有一张染色了？你是白头发吧？我怎么会有血呢？怎么看出我是脂溢性脱发的？头皮好油啊！看着有点麻了。这里怎么还会有头皮屑？邀请我们的学员给你们看诊。我们的救星要来了，今天我们就会从传统的中医智慧当中找到养发的秘诀，教大家如何告别头等烦恼。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滋阴补肾无需黑发修正牌复方手无地黄丸。来上班了，各位。上班了，上班了，走吧，走吧，走吧，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这也能上？我就是齐黄院之中华小曲库叠库，叠库。拿白大褂吧，给你白的，来。哎呀妈，真好，就爱服侍你穿衣。学习。啊，喝口水吧，已经开始紧张了。怎么样？今天大家 ，Hello， 休息的好吗？特别好。今天玩的更大了。别玩了，我拼我不听。不是，你先说，你先说。本期的考核主题是告别头等烦恼。今天我们将从头发和头皮入手，深入解决助力团们的烦恼。今天希望大家专注于了解并超越自己。要自己给自己治脱发。
扎自己，我扎我自己。你们需要设定一个今日目标排名，在最后公布今日考核成绩时，若达成或超越目标，可额外增加目标排名与前6次考核总排名差值格数的药材。另外，如果当前总排名第1的学徒今天仍然守住第1席位，则可额外获得1格药材。举个例子，某位学徒总排名第5，但是他今日目标第2。那如果他达成或者超越了目标，药材格数为排名对应药材数加3。比如说，他只拿到了第4名，但第4名对应药材格数是2格，那么他就是2减3等于-1格。2减3，哦，倒扣1个，还真从那里面拿出来。拿出来。哦，完了，还要拿出来。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次回归个人战，我们不组队了。咋？我们仨昨天组队呢，今天变成对手了是吧？是。那现在有2分钟的时间，你们认真思考一下，决定好本次的目标排名。咋整啊？没有一点想法，大脑空白。做人要永争第1，我就无脑冲第1。咱就玩是吗？玩啊！我说了，我发疯。我没有想太多，因为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排名情况来说，我必须要挑战一把，冲一把了。我觉得首先他非常有勇气，值得鼓励，但是他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他达不到第1，他就要扣3个。他现在就是非拿第1不可的局面了。我摊牌了，我不装了。摊牌了，不装了，不装了。咱就是冲第1了。女生有野心，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我摊牌了，我不装了。我觉得也是这个赛制推动了一下我，所以我就把我的野心堂堂正正拿出来，我就是想拿第1。那我就按照我们中药材的排名，我保2争1，第1。我拿那么多次第1，我跟乐怡的药材也就差那么几个，这个第1怎么就不能冲一下呢？那我争取一下第2吧。第2，好。前6次的考核总排名的话，我是第3，前进1小步，争取第2。小白都选2了，我也要争个第2吧。毕竟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次考核了，我还是要去冲一把。因为我的话，其实我一直是跟自己挑战嘛，所以我就想这次就还是想回到第4名。第4名，好。我们就一步人心枕间，真正的挑战等着大家。走，欢迎我们的学员们。哇，老师好。Hello， 辛苦了，昨天休息好吗？不好。但我睡得很好哟。谢谢你们。谁问了？好，请各位先入座。好。那么接下来还是要隆重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带教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首届中国西部中医药振兴发展高峰论坛10佳中医医美优秀创新人物，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养生分会副主委，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常务理事周双林老师是我们的本期带教老师。谢谢大家，也希望您今天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多多的传授给我们的各位学徒们。好的。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告别头等烦恼。
头发的健康跟我们内在的脏腑气血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头发和头皮的状态来判断身体气血运行情况。那么我们首先6位学徒跟6名助力团的成员一一绑定。各位学员需要看诊自己绑定的助力团的成员。现在请6位学徒选择你们今天想要看诊的助力团成员。那我想选智胜。一眼看过来的话，我觉得智胜可能面临的这个脱发的问题可能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智胜他可能多半是属于一个遗传性的这种雄秃哦。治疗他的这个难度，首先我觉得是最大。勇攀高峰，勇攀高峰。然后就是可能在智胜这块效果不会好。乐怡，你有这份心思，你就已经赢了，有这个心态。我想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一下。哎呀，这很难不选择了呀！这老师，我替我全家谢谢你。你先说，你先说。我想选小齐哥。因为就是我跟小齐哥交流比较多，我想通过对小齐哥调理一下身体，帮他更好的把整个经络打通，然后让他头皮很健康。他现在是一个为期2个月的一个随诊，现在是在身上。我的话呢，其实也是想选小齐哥。力度行吗？要大一点吗？小齐哥，我扎针啊。这不是我的家庭医生，这是我的医疗团队，这是我的。虽然说我的临床经验没有他多，但是呢，昨天也在你的身上试了试，对，在你身上你可能会更加的去适应。哎，这个更加适应，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我是不适应。出于我个人的感受，我可能偏向于还是选择眼镜。对，就是因为它的确就是昨天一把脉之后，它有那个延续的感觉到我脉象的不断的变化，我很好奇它会怎么样来调整它的这样的治疗方案。当然很感谢王玉啊，我之后还是会去找你看诊的。来，我想选锤锤姐，因为昨天就有想争取锤锤姐，因为我很喜欢你。我觉得月姐应该是最没问题的一个。我想选武艺哥。好。王哥，今天的看诊规则呢，我们的6位学徒同时对各自负责的助力团进行号脉和问诊，限时20分钟，还要完成我们诊疗单的填写。考核成绩呢，以提交的诊疗单的内容为准，在汇报的时候增减都不算分数了。就看你交出来的这个诊疗单，诊疗单的内容要包含助力团成员的主诉以及对应的诊疗意见，我会很严格的哦，不像我看起来那么善良。6位学徒准备开始。姐，你想改善什么？哎，我之前是有过斑秃的经历。发根断掉了这么多，哦，我还会有点长白头发，后边。因为有的时候。然后我小时候发质特别细很软，但长大之后我的发质就变粗变硬了，就像我爸。但是我爸现在也开始脱发了，所以我就担心我有遗传问题，就是以后会越掉越多。我可以把假发面给你接了。哦，可以可以。我摘了。好，我看一下。咱们一开始发际线大概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差不多吧。至少在这儿。我以前我给你找到我高中的照片。哎，不行，没找到。
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干预过，就是他这个脱发的问题？我倒立过，他们说倒立能长头发，然后就只干预过这一下。哦，你这头发会很香。对，但因为我有点洁癖，我买洗发水我不看功效，我看喜欢闻香味，最多一天洗2次，甚至3次。甚至3次。你平时会不会头痒？平常不会，就只是洗完澡。洗完澡就。对。你最近是不是头晕啊？有。平常是头发容易油吗？油的判断标准。油的判断标准，比如说你像王玉，她洗头，第2天早上化妆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看得到嘛，她那个头就跟牛舔头一样。那我就不会，那我不会。那一个毛囊里好几根头发哈。对，一个毛囊里面其实不止一个，3到5根是正常的。你平时每天洗完头发掉多少头发？大概2根3根。你头发爱出油吗？第2天的晚上那肯定是会出油，但就不是说像垂垂那种那么容易出油。好，先告诉我您最想要改善的。头油脱发。头油脱发。对，我想让头发再生，想让多长点。哦，可以。好，姐我就专心写了。好，谢谢。开始写一写吧，我总结一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我感觉你。收据，可以拍个照，留个底。好的，我们现在开始看诊考核，请各位学员们决定一下一会儿考核看诊的这么一个顺序。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伸头。那我们伸个头吧。我伸头。就先请智胜留在这里，然后我们其他的就回到这个待诊阁，后面我们再依次决定一下看诊的顺序。哇，加油，宝宝们！等会儿我去，趁我现在没有慌张，我想表达清楚。我第3、第4都行，因为我需要点时间捋思路。梳理一下吧。欢迎各位收看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中医记》。那首先我们几个坐在这里呢，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就是熟悉的国华老师，陪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中医小知识。让我们欢迎国华老师。老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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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谢谢。我给2个美女带了个福利。哇，好香啊！全部是药粉，用药粉压成了细粉以后，进模具做成了梳子。它怕水，所以不要放在你梳妆台上沾水。然后它也怕摔，现在要掉地上它就摔碎了。放在包包里，常常按经络，梳梳头发。好，谢谢老师。哇塞，立马梳开出，好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依次的进行这种诊疗方案的汇报了，而究竟学徒们会根据各位不同的情况给到怎样的诊疗建议？那现在来看一看第一组。赵丽怡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汇报，汇报重点是根据徐志胜关于头发的问题，并给出针对性的诊疗方案和养护技巧。计时开始。对于智胜的主诉来说的话，是脱发9年，他是从21岁的时候开始进行的大量脱发，然后当时是由于考研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具体的是在我21岁的时候，我考研开始大量脱发的。然后前额它现在的发际线大概退后了是3厘米，然后头顶脱发范围直径大概是6厘米。触诊之后头皮是有点发紧的，然后会有一点油腻的。他工作的时候是会每天洗，然后平时的话是2到3天洗。头皮偶尔会有瘙痒，包括他头顶脱发的这个部位，它的皮温也是相对会增高的。然后他的拉发实验是阴性的，结合他这个镜下的这个照片可以看到，他的头皮呢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发黄的，证明是有一些油脂，然后包括毛囊口呢是有堵塞的。这是他枕骨这附近的这个头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囊口里面是有2到3根头发，证明它这个数量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在边缘地区以及它的脱发的部位呢，它的毛囊口的头发的数量明显减少，然后并且这块只有1根头发。还有1分钟。啊，那直接就进行这个
他的头发这块也是比较细软，也比较有油脂，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泛红，然后他自己是有一些重油、重盐、重甜的一个饮食的，然后家族是有一个父亲脱发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舌是有裂纹，然后舌红苔少、脉沉细，然后他的诊断中医诊断我下的是助发癣，然后西医诊断下的是雄激素脱发，然后主要是以清热抗炎、凉血保毛囊为主，然后先进行清热健脾，后进行再补益类的东西，然后洗发水呢主要是采用清热凉血，然后以及侧柏叶呀，然后像地榆、地肤子、白藓皮此类的药物苦参，然后口服的药物可以选择荆芥汤进行加减，然后那个喝的话可以选择代茶饮，然后此外可以有赫普人国医大师他的那种三通法，我运用了他的针灸的微通以及泡脚的温通，然后此外有药枕，还有可以练习一些功法。时间到。还挺考验语速的这个会吗？跟那报菜名似的。是。对。哇，肺活量你的肺气太足了。真考虑去做主持人吧，不然。好，那接下来是由我们助力团的成员来提问。这种遗传性脱发，它是有可能逆转或者好转的吗？因为它跟我们的基因有一些关系，就跟体质啊、基因这种先天所带的东西，它一般都不太好改善。我们能做的更多的其实是延迟，就是延迟它的进展。哎，就是那个怎么样的梳子对那个生发是有用的？有备而来，有备而来。像国华老师送我们的这种药梳，它其实就很好，一个是芳香疗法，另外一个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头皮。那如果要是没有这种药梳，我们可以拿这种木梳或者是经络梳。哦，我家里也有个针。对，然后但不建议咱们选择什么样呢？就是那种塑料梳，因为它在梳的过程当中它会起静电。不要用塑料梳。起静电。国华老师，我现在一般用那种气垫梳，我用的那个，我用那个抠痒。但是那个气垫梳，它尺子就不要选那个太密的哦，然后头不要太尖的哦。常规我们的木梳子，包括一些什么牛角梳啊，都是可以选用的。梳头是可以让头发多长一些的，是吗？对，都是为了促进我们头部的一个经络的气血运行。首先哈，我们不能拿指甲去刺激我们的头皮，肯定是指腹。穿戴甲。别怪我心狠手辣。一般我来做的时候，低头，下巴到胸前，重点就是按摩头皮，疏通头部经络，一边往上梳，一边抬头仰头。这个动作会导致发际线往后吗？不会，不会，就是没有让你就是使劲的，就是去往后拽，轻轻的。好像洗发水的广告。这样是为了让我们的颈部更好的一个活动。以后我每天都要做这个。好，接下来我这个大招来了。大招来了。我大学的时候听说了一个方法，脱发呀是因为血液不流通了，你为了让血液流通，我就倒立。真事儿假事？真事儿，倒立，物理性的过去。物理性的过去，这个有用吗？你当时自己感觉呢？这没啥用，天天晕。我们的血液突然的倒冲，尤其是在没有很多锻炼的这种人群身上，它很容易发生血管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我们有其他很多的方式去帮助我们头部进行一个血液的疏通，比如说像刚才您说到这种梳头发，我们也可以通过按摩，然后再包括我们就是疏解情绪的方式，然后来让我们的血液进行了畅通。有道理，他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哎，这个从小就困扰我。都说这个聪明的人他就不长头发，因为聪明绝顶。聪明的人他就容易脱发，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吗？这个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们在反复动脑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在耗我们精血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就是发为血之余，就是你这个血耗伤多了之后，你对你头发的生长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就像这个，就是这个种子，它想要变得茁壮，它想要能够有力量支撑这个头发长出来，它就一定要有它自己的气血。比如说我学习，或者是我非常高度紧张，那我们都会对这个气血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还是气血的角度哈。如果他这个人就偏偏又聪明，气血又足，他再思考也不会耗他的气血，他也不会脱发，对吧？其他的事情都是对的情况下，你刚好聪明的人，但你没那么多气血，你又老爱思考，你又容易脱发。
是这个道理吧？非常有道理。其实他总是想的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多，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习惯了。所以他这些都是好气血。谢谢老师，你看到的比我看到的还多的，连我这点儿你都看到了。给周围人带来快乐的人，其实他真是自己是在承受，在承载，也在滋养。哎，对，就是自我调节得很好，对吧？最后一个问题，替我将来的小孩问一问，这种遗传性脱发应该如何从小就预防呢？还是到青春期以后再给他干预？还是说就不干预，就让他自然而然就都行？可以，就比如说在生育之前，我们讲究一个优生优育啊，可以父母这块自我进行调整。对，然后呢，我一直建议少就是多，不要过度的给他在小的时候进行过多的干预，这其实可能多少会影响他其他的方面。对。然后此外呢，遗传方向它其实就是男性还是这个风险会比较大，在青春期前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着重的去给它进行一个调理。对，它这个是跟雄激素相关的啊，随着青春期的发育，雄激素水平上来，它开始头发出油了，然后头皮的环境出现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进行干预，就是可以延迟它的发生，决定不了基因它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延缓它的发生时间。好，然后就不要给它太多的压力，因为就是压力它是，结果也是病因，它会导致这种雄脱的提前发生。对，这个回答得很好。分析一下你的诊疗单哈。首先呢，你的这个四诊收集的信息还是比较全面的，四诊信息的给你的满分。谢谢。然后辩证分析跟病机阐释这一块，你的这个病位是在哪里？病位其实是在肝脾。肾呢？肾啊，对，肾其实也有，但是呢，我觉得它先进行清热凉血，然后但是哈，就是它现在的这个热象明显吗？没有那么明显，它现在比较发黄，气血是不足的。对，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肝肾亏虚了，啊，然后它有脾虚。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就是可以给它补气、养肝、补肾滋阴。我要给学员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每一个节点都有相应的打分标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有依据。这样我们就更加有准绳。我越严格，其实对乐怡是越好。是的，对对，我认可。所以我们给到你4金子汤，然后再加上神应养真丹。知道了？知道。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给他做治疗。好，直接就治。你的毛囊好已经萎缩了。直接下判书，你的毛囊已经萎缩了。你的毛囊好已经萎缩了，所以呢，我们要急需的给它供血供氧。所以我给你选择的方式呢，就是用梅花针叩刺你的头皮，直接给它营养。给它营养，好。已经萎缩的毛囊一定程度上能够长得粗壮一些，但是空毛囊已经没有办法再长头发。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我们能够按下暂停键，就已经很厉害了。它只能按暂停键了。如果肾子这个情况不干预，它是会变成地中海的吗？已经变成地中海的，是不是不可能再长回去了？很难，因为它很多毛囊都已经萎缩，甚至是坏死，它就不会再产生新的这样的一个头发了。那什么时候可以生发呢？一般这样的治疗时间周期要长3个月止脱，6个月生发，这是大概的一个时间预期。然后呢，持久的2年能达到你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志胜的眼睛都亮了。2年之后是他的顶峰，2年后再见，跟他说顶峰相见。不敢想2年后肾子得帅成啥样。你就宠他吧，这种的。那我们先消毒。头部会疼吗，老师？就是把这针整个扎进去。不是扎针。我知道，我吓他了。
老师，他这个看着可不像不疼的样子呀，老师。这个梅花针呢，它是看起来哈像是一个锤子哈，锤子上面呢有7根针然后呈梅花状，所以我们每扣刺一下呢，相当于做了7个小针刺。哎，对，所以这样子扣刺。老师，你别来吧。不疼，别害怕啊。真不疼。朋友们，我保证真实，疼我就喊，不疼我就不喊。好。我们现在开始开始了啊！哎，百会穴给它扣刺。还可以。这个是我们在特殊的部位，尤其是斑秃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来敲啊，敲到头皮微微发红就可以了。作为一个居家的养护方式，1周呢敲2次左右。什么感觉？就是那种小针微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能感觉到是针在这儿。对，但是你感觉不到那种疼。对。老师在上面攒功德。功德加1，不能笑。其实我们这个梅花针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促进药物吸收的一个手段。哇，梅花针。因为我们下午还要进行一个洗，然后我们针好敲完以后，你洗效果就更好哈。哇，因为它的吸收会更好。所以这个梅花针呢，是作为一种治疗的辅助手段然后呢，就是自己在家呢做好一些这个调护，就少吃辛辣刺激的。少吃辛辣刺激。哎，对，少熬夜。好吧。我现在先回去睡了。好，谢谢老师。那老师可以公布一下。公布排名。你现在肯定是第一名。早知道应该最后一个来。但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谢谢老师。谢谢乐怡，辛苦。哎，那下午诊疗的时候，你有啥需要我配合的，你提前跟我说，我提前做好准备，行，帮你稳住第一，好不好？谢谢，拜拜。行，加油。下一位吧。我回去吧。先去吧。当时出成绩吗？当时出排名。你已经知道排名了？我第一个，那我可不就是第1名啊？因为他这排名就是随时会变的，是不是？对。这么刺激？没事儿，你今天血压可不能升高啊！你血压一会儿升高了，生怕你这么支出了，咋样感觉？乐怡她对我的这个对脱发的期待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就是没戏了。刚刚不是说3个月见效，6个月巩固，2年达到巅峰？不是，他达到巅峰就达到你目前这个状态下最好的那个巅峰，但还是能够有机会生长的，有机会生长的，别奢求啊！对，但所有脱发人都有这种奢求，我有条件。其他的哇，刚刚被敲了一下，很舒服，感觉就像是头上痒，你用手指甲盖摁了一下。不是摁一下，是摁很多下。对，就你用7个手指甲盖在这里按。那么来吧，武艺哥，你有哪些问题想要探讨一下？我的主诉其实就是，我以前头发是很粗的，自然卷，但是感觉后来长大之后基因突变了，就感觉现在我头发特别直，然后变细了。再加上还有一个主诉就是我每次洗完头发会很痒。好，那么就看看你的那位学员，然后怎么来帮你进行诊断。好，没问题。好，谢谢。前往人心诊间。好的。刚刚因为我们正好聊到这个聪明绝顶的事情，就是用脑过度会影响到，比如说脱发呀，或者包括那个头发有人会变白。因为我们讲肾主骨。生髓，而且要肾气化在发，也就是说肾经的控制程度其实是能影响到我们的头发的质量。就是用脑过度、上点年纪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吃一点像黑色的食物。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叫五黑养发慕斯。哇，慕斯，哇塞，这里边有5种黑色的食物，你们尝一尝，能尝到什么？5种黑色的食物。对，我第一个就知道有芝麻。哎，对。然后桑葚，对。很好吃。有黑米吗？有的。黑豆。是的。还差一个。黄精。黄精。黄精补肝肾的。所以它有这种乌须、乌发这样的作用。
感觉自己开始长头发了。哦，冒出来了。我现在效果是最好的。你刚打通，然后现在抓紧时间把这个供上。吃下去以后化成气血，先往上提。是吗？Hello， 老师好。哎，五一，久等了，老师，请坐。好，欢迎欢迎。谢谢。首先，五一哥的主诉是头发养2年，是洗后加重，头发整体是洗完后，然后头皮很发痒，洗发频率会1天1次，有时是1天2到3次。最多1天洗2次，甚至3次。我买洗发水，我不看功效，我看喜欢闻香味。因为洗发频率高，还有洗发水的选择可能会香味过重，来刺激它的一些头皮，还有它前驱，可能是因为经常的一些发型的设计，那些化学试剂的影响，导致它前驱的头发脱落会比较多，会稀疏。还有他平时选择比较硬质的一个梳子，饮食方面也是会比较喜欢重油重辣的。睡眠的话也是每天就是5、6点才睡，就严重黑白颠倒，第2天下午才起。整体的话就是心脾两虚，诊断为头皮风痒，然后血虚风燥的一个状态。治疗方案，首先方药的话，我是选择了桂皮汤加减，然后加白藓皮、地肤子来祛风止痒。然后外邪的话，给了养血润燥止痒方，让温和安抚，就是炙手乌、当归、白芍、白藜荠，还有地肤子。OK。对，第2个，我们平时护发的话，也是我自己挺喜欢的，就是鸡蛋和醋。就是用鸡蛋的有情绪乳制品的来滋阴，然后酸的话会打开我们的毛鳞片。然后第3个的话，其实也是沙枣胶，也是稳固发根、防止脱发，对你的这种白发。还有去头皮屑的前驱的掉落情况都会有改善。沙枣胶还可以定型，就你不用喷那些化学试剂，的定型效果都会很好。哦，好的，谢谢阿姨。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那五一哥听了阿姨的描述，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她吗？确实，我现在很困扰，我就是每次洗完头，头发都会很痒，然后我就会买那种气垫梳，就会去抠痒。我后来不知道是形成一种依赖还是怎么，就是自从用了气垫梳梳头之后，我头发每次洗完头就痒，就买了气垫梳就抠2下好舒服，之后我就天天抠，然后越抠就越痒，然后现在就形成一种习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以前我的头发是特别粗的，然后特别卷的，然后我初中的招聘朋友都叫我自然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帮我理发的在长沙一直是从初中开始就一个人，然后他就发现他说好像我的感觉我的基因突变了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头发越来越细，至少比以前要细很多。我跟五一哥是相反，我是由细变粗了。是吗？你这种很让人羡慕哎。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基因突变还是什么原因？自来卷还能自己变直啊？这不一定是好事儿。因为首先后天很多习惯，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体质，但是你后面会有更多的，比如你的饮食习惯，还有睡眠，还有你的洗护方式，因为可能就是发质慢慢的可能就不在以前那么好。那个头皮梳，它其实是气囊头皮，它是很细的，会很硬。你可能1、2次，感觉头皮比较舒服，但是你用久了，头皮的损伤，对毛囊的损伤会更严重，因为你平时头发就会有一些敏感，然后有点干。他这个回答非常的对，专业解释你那个为什么越梳越痒啊？因为一个劲的梳对头皮造成了这个破坏，然后敏感了。然后就会痒。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推荐一些，比如我们推拿的一个穴位吧。推荐我们就是角孙穴。对，角孙穴就是我们把耳朵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耳朵尖就是在发际里面刚好碰到的那个点，就是角孙穴。这我们平时也可以多按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对头发、头皮循环很好。是吗？可以它可以很好的改善头皮的循环。它这个方案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经常用发胶嘛，所以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正确的洗头？因为我有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是化妆师告诉我，就是因为发胶很难用洗发水完全洗干净，对，所以我一般是第一遍先用护发素去洗。哦，你这跟我一样，我也是，对吧？对对，然后护发素会比较洗的软，对，软一点，然后我再用洗发水去洗，然后再用护发素，对，护发素、洗发水、护发素这样子。这个就是想知道应该就是这样操作会不会伤害到头发？对，就我们说护发素，首先因为你头发短，想用那个护发素的软化作用，我觉得这是可取的。但是因为我们说护发素是用在发梢，那它可能会损伤头皮，所以建议就是不要碰到头皮，然后来取这个弄在发梢。哦，好的。护发素为什么会有一个让头发变得顺滑的作用？因为我们洗完头发以后，头发是干燥的，毛鳞片都是打开的。对。那么护发素是让它闭合，对吧？给它闭合，那么你的头发就顺，然后保护我们的毛干。但是如果你在洗头发之前，你还有那么多发胶，然后你用护发素去给它闭合，想象一下这个原理哈。所以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哦，多此一举，了解。省钱了，省钱了。每次洗都要用好多泵，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洗发水、护发素就 OK。那就洗2遍吧，我通常洗2遍啊。老师洗头要洗多长时间？比如说像我这种长短的头发，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洗头都那样，就是比如说摁上之后4下，冲水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要纠正一下。你是把泡沫在自己头发上打出来是吗？对呀，这弄一般打出泡沫来再上头啊，我们直接就打到咔咔。对我也是。那么还是建议把泡沫你用手打出来，再去洗头发啊。只要你充分的把你的头皮和头发都清洁了就可以了，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我一定要在头上停留多久才能够去油污啊。然后冲干净以后呢，擦干，然后去吹头发。吹的时候一定注意距离怎么样达到15厘米以上。很多人拿着那个吹风机对着头发吹，这个是很容易损伤到毛鳞片的。他给他的诊疗意见是心脾两虚、心神失养哈。我刚刚也收集了一下他的这个脉诊信息，他符合一个心脾两虚、思虑多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真是看不出来啊。对，你给他归脾汤加减，我也同意，加了白藓皮、地肤子来止痒也可以。好，所以呢，你目前的这个处方外洗都不错。然后针灸呢，就是神门、三阴交、足三里、血海，也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取穴，还有百会穴，可以的。四诊信息还是收集的比较全面。好，我给你说的你的扣分的点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抓不住重点，直截了当，不用说那么多。然后再一个就是晚交卷。好，要交卷啦。补一下舌淡吗？因为我看我隔壁没交。对，所以你们俩都被我扣分了。可能我说话比较慢。大家都一样。大家不一样啊。那目前呢，你的这个排名暂时是第1位。太感谢老师。好嘞。太好了。恭喜恭喜。哎呀，你这好患者，就是医生跟患者的信任。对。哇，阿姨好棒。对。但是我们乐怡会加油的，下午。来，我给你做治疗。好。扎针灸，对，你要躺着这儿。我要躺啊。好。哎呀。好，刚刚你的取穴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按照你的取穴方案来给它扎哈。然后你的头皮呢，主要是一个抗衰为主其实没有特别严重的脱发的问题医生会不会痛啊？我真的很怕痛哎。会痛吗？不会痛。因为我们说有那个头颅骨嘛，很硬的，它其实不会损伤到。阿姨，你来辅助老师给他的那个手下留情。好，没问题。不痛，你相信。真的不痛啊？我头发没扎过针。不用害怕，头皮是最安全的。要扎几根啊？先扎1根。哦，就扎1根。对。阿姨给你取了一个百会穴，那我就给你扎一个百会穴哈。我刚刚是不是就扎百会穴了？对，那一片。扎完了哈 ，OK。
不痛，没事没事。疼吗？我有一点点，一下就好了，是吧？啊，胀不胀？胀，好胀啊！哎，对，那就对了。胀了得气了。来，好，来，我们的这个如果严重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它取这个四神葱哈。对，其实不太严重，对，不太严重，所以我们就可以了。医生，我病好像好了。他要调心神哈，神庭穴。但这个地方很好，你扎了今天晚上睡得会很好。还要扎神庭，不怕啊。疼吗？其实一点都不疼。这里比上面那个好，对吧？来，我们再扎一下足三里啊，还要扎。哎呦，医生，他这裤子好适合扎足。医生，我突然觉得不痒了不痒了，不痒了。要给他扎针，他又不痒了，很健康的医生，真是妙手回春啊！痒了，放松。我就是没有足三里完全不痛。我们会尊重你的意愿哈，不着急哈，别害怕别害怕。我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就是在特别恐惧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强行给他施针。哎，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这个脉象啊，有没有心慌啊，有没有出汗啊，有没有晕针的迹象啊。然后你要感受一下他的手，如果他这个时候手脚发凉了，那我们就不要继续施针了啊。足三里其实是一个健脾，足三里和三阴交是健脾的调胃的大穴调免疫，对，医生，你觉得要扎那就扎了。我觉得要扎，那要你看能不能够去承受，你感受一下。其实我扎针是不疼的，对吧？对。来，咱们试一下啊。好，足三里的取穴哈，外膝眼下3寸，我们同身寸用它的，对，然后我们要按揉一下，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对吧？咳嗽一下，咳一下，哎，对。这个别怕，还好的不痛的。疼吗？还好，还可以哈。好，我们稍微留一下针啊，大概10分钟。那就让他在这儿坐着吗？还是就躺着吧？躺一会儿吧。哎，对，躺着，好吧。我觉得可以给他脚盖一下。可以，我去给盖的毛巾。老师有没有毛巾？老师有没有毯子？毯子，没有毯子，我把外套给他吧。太重了，太重了。你一点不管我，就是我脱下来这冷没事，他脱下来盖他身上太重了。因为他腿上有针。你试试，如果太重了，你再给我。可以的，不重。我这份情谊太重了哈。你理清情谊重，情谊太重了。感谢。这是志胜哥的情谊。这是衣服是吧？我给他脚盖一下。谢谢王哥，志胜的衣服，谢谢志胜，谢谢志胜，谢谢，志胜太暖了。稍等，他是拿我的外套去盖上了5一的脚。咱不是一般要个毯子盖一下上半身就可以了吗？你盖个肚脐眼我也就对了，你盖上了5一的。那阿姨，你的考核结束了。太感谢老师了，我下午实操我也尽可能做好。恭喜阿姨，恭喜！谢谢你，也感觉好好的享受。好，你也去了，你需不需要我把你的衣服往上盖？这个问题不来，翻个面，要不然你往里一套，感觉里面内循环了一会儿。散散味儿。好，我给你翻个面啊。翻面。请锤锤前往人心诊间开始求诊。请进。Hello，妹，哎，锤锤，老师好。你好。我要做一件事情，不好意思。做一件什么事情？那个徐志胜说让我把那个衣服翻个面盖。这个我翻了个面。他怕穿上完事那个，背上长脚气。那不里外都有了吗？抱歉了。好，锤锤的主诉它是一个头油和脱发为主，因为它原来的头发是又多又粗的，是一个进行性加重，并且逐渐出现了细软。您最想要改善的？头油脱发，我想让头发再生，想让多长点。
所以我给它下了个脂溢性脱发，并且是油性，然后尤其是在头顶和额角的脱发非常明显。这个其实是一个厥阴肝胆，然后以及胃经的一个对应的部位，所以我给它下的症型是肝郁脾虚兼有心火旺。然后它其实脱发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气血不足不溶，再加上一个脾虚的痰湿阻滞出现的一个不通，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脱发。那最后我给他的一个治疗，头部推拿，尤其会着重疏通一下他那个脱发区、头围、神庭以及百会四神聪，之后会进行一个头部熏洗。针对您的症型呢，我会给您用2至丸、墨旱莲加女贞子，再加上侧柏叶、苍术、玫瑰花。它这个是疏肝健脾祛湿，同时还可以补肝养血生发。然后脾虚是很适合用来艾灸的，足三里是可以健脾，脾胃为化生气血之源，气血足了，你的头发自然就养得好。然后日常的保健方面呢，首先是经络疏，再加蔻鸡头皮，然后月经来的时候会大量耗伤气血，这个时候可以喝一喝五红汤，去把这个气血补回来。我大概就是这些。好的。首先我想问一下，我头发这个1天不洗，它可能就油了。那我导致我头油的原因是什么呢？您的是一个脾虚加湿盛的表现，因为湿气重的话，它就会阻滞经络，就会出现这种头油的表现。有可能您平常焦虑，吃了一些辛辣油腻的，也会加重这个油脂的分泌。像您的话，我比较建议您就是用2种洗发水交替的去洗，它的清洁效果更好。但这个只适用于您，因为您是油性的头皮。没有问题啊，这个回答。好，我之前尝试过那种拿生姜直接擦头皮，擦完没有用，擦完辣的不行，纯辣，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善。这个其实不太可取，因为生姜它其实是有刺激性的，并且生姜它其实要有针对性的症型，因为它是温通的。那有一些症型它其实是不适合用生姜的。对，我跟他的这个选择也是一样的。锤锤在上面和坐在下面的时候都聊了，他用生姜，然后就是摩擦头皮，希望长头发。有很多民间的土方法，比如说有人用那个淘米水洗头，啤酒洗头，说能够抑制头皮屑，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吗？一般来说，我也不太推荐用这样的一些食物去洗头发哈。常规一般来说用洁净的这种清水洗头就可以了。但是说，比如说哈，淘米水它是用发酵的淘米水，先清洁一遍头发的这种油垢，然后再正常的后续的洗头发。生姜，因为它确实里边的这种姜辣素，它可能对毛囊有一些刺激作用。咱把这个姜压点姜汁兑到这个洗发水里边，就不是直接去摩擦和刺激，会好一点点。明白。我先做治疗，看你是很明显了哈，就是有火，对吧？你自己看到都是红红的，对吧？去这个火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在大椎穴点刺放化血。大椎穴是在这个对我们说这个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大椎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穴，它能改善我们头面部的红啊、热呀，然后敏感啊这些都可以。好，就很适合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太好了，来，我来把这位病患。我又打鼾了。你好。你看，睡得好，打鼾了。他就是睡眠不好，但是他扎完针以后，他每次都能睡着，这就是非常好的啊。你给他拔针，好，来，给我给您起针，可以不疼的。好了，可以起来了。好，谢谢。来，把这衣服亲自感谢他。好。哇，哎呦，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那个阿姨，就是我跟你说一下，好。机长耶！真的好。对，我跟你表现特别好，真的。对，我觉得你刚刚其实就是讲话稍微有点紧张，我觉得你可以再自信一点，因为你看老师都表扬你了。就我也很想自信的表现，就是好像好难呢。我懂你感觉，因为我比赛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特别不自信。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你是很优秀的，你像刚刚问诊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来的问题，你都答出来了。所以你是有这个基础在的，所以你一定要自信一点。下午的时候你就随便弄，
就是放开弄，我一定配合，全力配合。我明白你的这个随便弄的意思，对就是让我要就这个想法，你就把它做出来。对，别怕，只要反正是我全力配合。我一定就是一起争取把你的名字一定往前走。谢谢吴宇哥，加油加油，我们下午一起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吴宇哥真的很善良，特别很好跟他相处，就是他一直在鼓励我，我特别感动，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蹲现场10点半开抢，半动感地带芒果卡，现场见！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谢谢志胜老师你的依附，希望你背没有得脚气。哦，你看看，你这个后背还刮痧了哈？昨天刮的，消个毒啊。好嘞，放松啊。是不是还可以？可以的。要扎这么多吗？已经在扎了，这是在扎吗？是的。对，因为就是它扎的是那种，也是这种小针，就是密密麻麻那种小针儿。哇，已经出血了。松一下，把罐拔上得出老多血了，就把那血吸出来嘛。好，抬头。看他出血不是太顺畅。哇，所以淤堵的月经没来，所以他整个的大椎的淤堵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这个刺络放血既是一个治疗，也是一个诊断，这叫刺络拔罐法。老师，我发现到后边你们的练就那个动作都特别干脆，咔一咔一。有多余的就关联到你们更多疼痛感了。这个就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的练。就是我们在过去练扎针的时候，就是当年那得20来年前了。我们先是在比如说卫生纸上练，就是你想想，就是那个卫生纸把那个中间的空筒去掉，就在那个卫生纸上扎。就现在当然有一些练针的这样的一些器具了，我们那会儿就是包里装点卫生纸。哦。你看他这个出血不多就是淤堵的还是比较厉害，肝郁气滞还是很明显的。对，来，所以我要让他吃点2至丸。2至丸。哇，变紫了，这个是治疗他的淤堵是吗？对，还好，它不是很多。没有很多。正常的话呢是有大概1圈，对，1圈2毫升左右的血然后流动性也是比较好的。但我太堵了，对，太淤堵了。好的，建议2周做一次2周做一次。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如果你拔完以后你觉得是虚的、晕的，不适合拔，不适合拔，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用黄芩、黄芪，泡水喝，煮水喝。喝上2天。好嘞，谢谢老师。没事儿，楼下有黄芪水。黄芩因为是补肝肾的，我们这里边刚才没有加，我们加的是黄芪和桑葚。这里面加，在这里边有加到黄精。太好了。好，我问你，这个它的主诉是什么？主诉是头油和脱发，有改善头油和脱发情况。头皮出油、脱发，几年？我没问这个。从2015年开始。15年，你看是不是时间很长了？20年。辩证分型，肝郁脾虚跟我的辩证是一样的。然后心火旺盛也没有问题，是有心火用2至丸，我也是2至丸，我是用的是逍遥丸加2至丸。艾灸这些处理的方案呀，日常的建议也很全面，而且呢速度也比较快，患者的提问给的这个回答也很清晰准确的，对，很利索，所以你的沟通是很好的。我也感觉很清晰。谢谢。所以你现在就是在我的这个打分标准里面呢，就是主诉这一块。好，我会注意的。对，我有扣分。是的。好，那你目前的排名是第1名我第1。哇，好厉害！我说说为什么今天第1位呢，赵乐怡主次有点颠倒没有分清楚然后阿一呢，就是会比他的要全面。阿一今天的表现非常好，他的这个失分点是在于他晚交了然后赵乐怡也是所以说你目前谢谢老师是第1。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王涵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药方也开得很好，条理逻辑都特别的清晰，我觉得特别好。
太爽了，太好了。昨天早上我压力好大。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我可以，哎，谢谢，加油，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拜拜。哇。好，那么接下来我看严静到了，那我就上楼了，朋友们。好。然后我的主诉，我是有时候喷发胶，包括在熬夜这2个因素一旦连到一起的时候，我头皮就会非常容易敏感。然后就会很痒，然后它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之前有那个造型师朋友提醒我，就是我们有时候我留斜分，他说不能老在一边儿，要不然那个发缝呢会变得越来越宽。说你不能老4溜，你哪怕这么4溜的话，你换那边再4溜。所以我要上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来调整，会不会受到这个斜分的这个影响啊？好嘞，好嘞，那我先上去了。好的，祝你健康。来了，老师。进来，欢迎。哎，有日子没来看诊了。不是，他头发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好的。非常，我都不明白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计时开始。老师，首先小齐哥的他这3张照片，他是一个发髻缘的发量是最少的，然后头顶发量是相对较少的，后枕部发量相对比较浓密的。然后我经过询问发现，因为小齐哥是一个工作特性，他会经常要做头发，然后他前面喷的发胶就是包括头顶前面是最多的，他要固定发型。那么后面他相对做造型是比较少的，所以根据工作特性，它会产生一个这样不同部位发量的差异。通过观察小齐哥他发量最少的这张照片，他其实他脱发的部位是有长出头发的，而且发色都是黑的，他甚至一个毛囊会长出2根小毛毛，所以他的身体状况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他是近期1、2个月开始比之前掉发明显要多。那么他的头皮有头屑，然后我扒开他头皮看的时候，胆经循行的地方有痘痘，淡淡的红斑。就这一块，这个红色，但是它在胆经循行，它的边界比较清楚。那么我给小齐哥他头皮的诊断是敏感性头皮，那么他的脱发是压力引起的脱发。我给他的建议是，首先针灸为主，洗头的时候用梳子，就是用那种硅胶梳，不要用手去抓，给它造成再一次的刺激。还有用洗发水，就是拿艾草灰掺一点醋，中和它的碱性，放进洗发水里一起洗，吸附掉它的一些头皮屑，然后活血，把它这一部分的气血流通。还有一个就是给他做一个中药枕头，里面是薰衣草、合欢花、玫瑰、荞麦壳、艾叶、手乌藤、侧柏叶，让它代替平常他睡的枕头。那么还有一个代茶饮，合欢花跟玫瑰，还有一个头皮精华，用侧柏叶跟当归，但是不用酒精萃取，因为它是敏感性头皮，会增加它的刺激，所以我就只是用水去泡它，然后用米诺地尔的上液器涂在头皮上。我反复且不定时的就是这个头皮的痒和敏感，就是起痘这个。比如说一旦是工作压力大或熬夜比较多，再加上做造型，这2个因素一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这种敏感的反应。然后过段时间可能就会好，所以这个就是它一直反反复复的，怎么办？一个是。就是您上完造型马上清洗，一定要洗干净，因为我自己也有会用那种就是什么发胶啊、发际线粉，它很难洗干净。是。所以我给您的配方，它有一个艾灰，它可以吸附一些脏东西，就能洗得更干净。但是它有一点点刺激，所以我会加一点醋去中和，它也能激活头皮气血。就不要太刺激太大了。头皮出油，拿吸油纸吸头皮或者吸发缝这种事情是合适吗？如果说你只是出油，其实是合适的。但是咱们掉头发，我不是因为它油，而是因为就存在一个发炎的症状，产生那个马拉色菌，它就容易出油。马拉色菌是啥？一种头发上就是会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真菌的成分，产生一些头皮屑或产生一些瘙痒的症状。而且不仅人的头皮上会有，狗的耳朵里、猫的耳朵里也会有。也会有。治标它可以把油吸掉，但咱们治本还是得治炎症，或者说从中医角度去调理头皮气血。它对于治疗这个头发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明白。但还有一个就是发缝，它会一点点变宽吗？就是经常朝一边分呐，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会的，分完你肯定要去固定，就是还是说它会增加头皮的刺激，头皮就一直暴露在这儿，它受刺激它就脱。会更多，明白。他这个观点非常好，就是你长期这个分这个发缝哈，同一个位置其实容易造成一个牵拉，
牵拉性的脱发，包括我们女孩子头皮老是往后拽，啊，也容易就是那种梳到后面。对。再一个就是头皮暴露在这个环境当中，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刺激。所以平时留锅盖头其实是对于头发的发风的一种保护。盖得很严实。突然想到这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开始有这种白头发的困扰，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认为是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少白头，这牵扯到咱们一个先天不足，因为咱们说肾其华在发，肾又是先天之本，它肾精不足去容养它头发的颜色，因为咱们说头发掉不掉其实跟肝血有关，那么头发的颜色它是跟肾精足不足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后天，比如说用脑过度，它还牵扯到一个就是比如说脑部的气血亏空，比如说咱们一片庄稼地土地它不是那么的好，它长出的庄稼就是比如说小麦就很小枯萎。明白，所以刚刚我这边就是因为我这个位置是长痘，所以它就是在那个胆经的位置上。前面的白发是因为啥？前额的地方就是冒几撮白发，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脾胃虚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强健脾胃的，多吃一些山药啊、小米啊，比如说足三里去艾灸一下，头顶白发就预示着可能是肾精不足。如果是两鬓白发，预示是肝胆的问题。后脑勺更多是膀胱经啊或者肾经这种情况。你看很多人老了以后，就是上点年纪以后，他首先是头顶开始冒白发。我以后还得买点带白发的假发片，上了岁数。如果说时间长了的白头发啊，如果这个色素细胞已经凋亡了，很难再逆转。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情志呀、短期的白头发，可能通过我们疏肝利胆、调情绪、调情志、调气血，还是可以再长出黑头发来。好，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有积极的预防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胆经的一个推拿啊，角孙穴。这个角孙穴在这个耳尖，好，我们用我们的手去按揉，往上推。好，做完以后，我们再做一个动作，梳头，梳到后面，然后用大拇指点按我们的风池穴。风池，对，整个的这个手掌梳的就是胆经，梳完以后就会觉得小七哥猛猛学。你为什么会能够拔出那么多头发？你看啊，原因都在这里哈。首先我们看一下你顶部的毛囊。看看变细的毛囊多吗？毛发多吗？对，多，超过20%了吧？超过了。你也是一个脂溢性脱发，也是脂溢性。对，你这个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我们的眼镜发现了，你这有新长出来的这个毛发，不是那种小绒毛、小脆毛，说明它是一个完全恢复的头发。所以在此之前，你是有一个休止性脱发的，你有脂溢性脱发的这么一个背景，然后呢又有休止性脱发，所以这种是有可能会谢顶的吗？对。他头发这么多还是脂溢性脱发？就是他的油脂分泌可能是比较旺盛的，尤其是在他头顶部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毛囊受损的情况。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时机，因为你已经在长头发，对吧？然后赶紧把你之前的这个脂溢性的脱发这个问题一并治起来，然后你的毛囊还能够挽救回来。对吧？因为它还在呢，毛囊在，就有的救，对，有的救，对，有的救。是我敏感了吗？敏感，不要别人看你一眼，你总觉得人家在说你什么。听到小七，你是最好的司机，他就看我。好，实际上它这个呢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个眼镜呢，它在看这个咱们的毛发镜上面、皮肤镜上面，还是它能识别出来这个休止期这个脱发，就是而且在生长。它这个很好，它的优点很突出，然后缺点也很明显。你为什么要把主诉写在限定史上？因为老师，其实我不是按照就是那个格式，因为我想把中医的症型放在最上面，这是最醒目的地方。病历是应该这么写的吗？其实不是。周老师他非常的严谨，我跟小七哥沟通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就压缩了我后面写那个单子的时间，写的不够详细，然后主诉中医症型放错地方了，主诉写的位置不对啊，有治则没有处方，针灸中药洗发水就写了一个项目，但是又没有内容。还有一个就是他一再的就头皮出油，你有没有闻它的气味？
这个我没有问老师。对，所以说这里纹整这一块，有扣分。定位、肝、疏肝、补血、活血，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心脾，对于中医辩证呢，我可能只抓住了其中一个点，而老师抓住的是全部。现场表达跟这个医患沟通还是很好的，解释的也是很到位的。你目前的排名是第3位。好，谢谢老师。来，那我要给你做的是一个沁针，这个沁针呢是一个像图钉一样的一个针，它留在你的耳穴上，好，咱们持续刺激4到5天。这个是调内分泌。肝疏养肝血的啊，针和豆的按压都有啊，好，好，开心吗？哇，开心都笑起来了，老师。你慢慢感受到你这边脸就会提上来。哇，这边已经开始热了，我这边。对，可以了，咱们的治疗。好，赶快把你的睡眠调整过来，然后作息调整过来，然后少吃辛辣刺激的，你脂溢性皮炎，辛辣刺激它就容易出油哈。行，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OK。哎呀，呀，你也贴上了。是痛吗？有一个穴位很痛。哎呀，你是摊上好时候了。这好事让我赶上了，哎呀！你等我2年之后头发长出来之后，你再给我。没关系，我回去给你补，补完了以后你不用等2年呢。对，这属于物理外挂啊。来看看咱们王哥这位医者能否在其他的朋友那得到医治。哦，是谁来喽？哦，我来了。你们下一位是？我，是咱俩。是的。走，你俩加油，加油！不丢王哥的脸。走，别丢老王家脸。别丢老王家脸。 3分钟计时开始。首先呢，王哥他自己头皮的紧张不适，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照片，他的发量是可的，然后发质是比较偏硬，然后颜色比较偏黄，然后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枕部它就出现了这个头皮的一些泛红，然后有头部的烘热，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有少量的头屑，我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头屑的，是一个脂溢性皮炎。 他平时因为工作压力的原因呢，比较紧张、焦虑，然后，导致他这个入睡困难、多梦，然后容易醒了以后容易疲乏。他的舌头是我认为是舌红舌体比较胖大，然后苔是薄黄的，脉是弦细的。然后我给他的辩证是血虚风燥，肝郁化火，导致有这个火热上炎，耗伤他的阴血，有一个阴血亏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存在。 然后我给的处方呢，第一个是神隐养真丹加减，在神隐养真丹里面加了夜交藤、合欢皮、丹皮、栀子，达到一个养血、疏风、柔肝、清热、健益安神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二一个针对你头部呢，我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砭石，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按摩棒也好，可以点揉百会。 头围可以清胃经的热，然后还有角孙、率骨风池、祛风。对于你平时的洗头呢，我建议可以用侧柏叶、川芎、当归。侧柏叶它可以凉血，然后川芎呢活血祛风，当归养血，就比较适合你一个比较阴虚的体质。代茶饮的话，就可以推荐合欢花、陈皮、玫瑰花。 平时晚上睡觉前呢，可以静坐，听听音乐，然后冥想，放松你的整个头部。最后呢，就是还有全身的一些穴位的一些点揉了，就比如说太冲、期门、膻中，帮你恢复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头皮的环境。然后涌泉、太溪这些穴位呢，帮你头发更好。好，老师，这是我的汇报。但其实王哥身体还是可以的，就是肝肾应该是一点问题没有，他头发也太旺盛了。 就是有些时候吧，比如说遇到特别让人紧张的工作，我的面部可能就会有紧绷的感觉。但是面部紧绷呢，它就会连着头皮也紧绷。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头皮，和脸皮是同一张皮吗？这种问题怎么让王哥问出来这么好笑的？有点吓人的这个。是同一张皮吗？
我认为它肯定是一个系统的。对。可以说的再直接一点，它就是一张皮。对。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发际线，又不是缝合线。对啊。哇塞，这个形容真的太绝了。那就紧接着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出门的时候尽量要做好防晒。那我们的头部是不是也要做好防晒？因为毕竟它是同一张皮。然后如果要做防晒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其实我认为就是肯定是要做好防晒的，不管是脸部还是头部。头部如果就是接受非常多的紫外线的侵袭呢，会导致头部的一些菌群，然后还有包括容易出油呀，紫外线会让一些就是有害的细菌它不断的增殖，所以会损害你的毛囊的一些健康。所以我建议其实最好还是物理防晒，就是比如说戴帽子、打伞。紫外线不会杀死细菌吗？为啥会让细菌增殖呀？但是会晒伤吧？对，会晒伤。你看啊，既然头皮和面皮都是共用一张皮，难道你那点头发是可以遮住紫外线的吗？不行。对，所以我不太推荐那种空顶的防晒帽。那这样的帽子，你在外边在暴晒的环境下，还是会伤到发质的。就正好这一圈给你露出来。所以头发还是要防晒的。因为平时敷面膜嘛，敷完面膜之后，袋子里还有那么多精华液。那如果是同一张皮的话，那可不可以抹在头皮上？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精华液里面含有非常多的增稠剂。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些增稠剂，它反而会堵塞你的毛孔，所以毛囊上的一些精油啊，它是跟脸上的是成分不一样的。对，就是它虽然是一张皮，但是头皮的这个皮脂腺密度要比脸上更大。所以说头皮更加爱出油，更容易堵塞，所以最好就不往头皮上。好，然后我平时洗头会有一些习惯哈，比如一周大概用1次硫磺皂，就是我会用轻微打起沫之后，然后在头发上洗，然后我还会用这种比较软一点的这种硅胶材质的，然后再按揉一下这个头部的皮肤，然后这种东西你是建议使用吗？我认为硫磺皂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消炎杀菌然后的作用的，但是频率可能就是不用1周1次，可能可以2周1次，这样少一点。而且针对如果你是头发出油比较多，加上如果你可能有一些就是马拉色菌的一些感染啊之类的，我觉得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干性的皮肤，平时不怎么出油，然后经常有瘙痒，还有起鳞屑这样的情况，我是不建议用这样非常强力的皂基的一个去洗头，然后不太好。然后这个按摩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好使的，它是柔软的硅胶的一个材质，可以按揉很多穴位，帮助一些就比如说洗发水里会添加一些护发的成分，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现在的中药洗发水，帮助这些中药成分的吸收，这是有帮助的。明白，好。老师，我没问题了。它有点肝肾阴虚，对吧？对。然后呢，用了这个神阴养真丹，这个养肝血。你的这一套方案给它用上去呢，在我看来还是很有效的啊。但是你没有写它的这个症型啊，然后而且我们一再强调，我是要用诊疗单上的内容来判分的，然后。你现场说的补充的那些东西，只是展现你的能力在，但是我们的截止点就在这儿。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书写这个病历是挺规范的一种医疗行为的。对。如果说他只问，你看我们去门诊上看大夫，他问了半天，他如果把那个本子写得很凌乱、很潦草，那你们本身也是要打折扣的，内心想。对，哪怕是我们看不懂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有没有认真对待我？对，很条理的记录了我的情况，是。然后他有他自己清晰的一个认知，然后有一个他的一个诊疗的方案。就哪怕我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我换了其他的大夫，那他可以很清楚的让别的大夫知道我前面看的谁是怎么给我判断的。你考虑到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嘛？他要养成这样的能力。好，你现在的排名呢是第2位，谢谢老师，恭喜你。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你的诊断和治疗是很对的，好，这个是最主要的。好，谢谢老师。我们现在做一个治疗。好。害怕吗？不怕。不怕哈，王哥经常扎针。风池穴是第1次，我跟你真的吗？真的。
那我们看看风池穴啊，对他头皮紧张不适的一个效应啊。扎吗？有感觉吗？有。好。到了。有了哈。好。好。好。已经开始出气了。呼呼的冒热气。对，刚刚对吧看到他这儿就冒热了，这都已经亮晶晶的出汗了。哇，冒热。那他扎这2个穴位是治他的什么？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要戴一个围巾去护住脖子？那风池穴就是在风寒或什么比较重的时候，首先要去侵犯的穴位，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排除他头部紧张的这样一些就是风寒啊，在里边潜着的这种邪气。啊，我们扎的是快针哈，所以呢就是清一清就好了。那么我们给它拔针，然后可以再喝一点温水。我正好带了姜黄饮。因为我感觉可能会扎针。你要吗？不用了。好，先回去休息，然后叫最后一位过来。好。对，我该我去了。去吧。宋妍给我看了一些隐藏在头发，就是背后的故事。行。Hello。沈月，好。坐。坐这儿。你这有点手呢，你擦了一会儿。来，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哎，其实我胃不太好。因为我经常就是感觉胃胀啊，或者稍微吃一点就胃胀起来了。来，给你扎一扎足三里，好。他扎什么足三里啊？他这个身体跑3里地都没问题，扎什么足3里？放松啊！别紧绷！别紧绷！要不我们去救他吧？要不我们。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只见叶儿冬古房里的秘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脉象诉说生命的回响，压箱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至夜钓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